今日学堂大考。是，陛下。百里洛尘的孙子百里东君，也在参考人之里。他怎么也在天启城？是九皇子殿下把他带回天启城的。是不是九皇子殿下也？你把老九想得太复杂了。姑的这个儿子，姑自己知道，他把百里东君带到天启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欣赏他罢了。他不会与那小子为难的。相反，百里东君若是有事，他会豁出性命去救他。姑倒是有些好奇了，一直听闻百里洛尘那个独孙是有名的纨绔，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学会了西楚剑歌，又不知为何得到了老九的青眼。陛下似乎很欣赏九皇子殿下。多嘴了。奴才惶恐。学堂大考，还有哪位皇子去了？亲王殿下也去了。老二啊，罢了，小崽子们的游戏还不值得姑费心呢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哟，还真有这么快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教的又是什么？在下白衣门段白衣，自幼研习骑术。这文武之外，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。可以，请公子赐教。你和我像。你学了几年棋啊？你学了几年？我7岁开始学棋，至今得有17年了。我3岁开始学习，至今也有7年，差不多嘛。来吧。我执黑不办，你先请。好。还精通骑术，连个小童都下不过。能在灵素执黑下坚持这么久，说是精通，不足为过。是余年苦修，
不仅败给区区一个小童。看似下的是棋，实则展露的是心。一味刚猛，长风一蛇，你的棋艺很好，但你败给灵素，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。倒是天天败。今日一败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段白衣，记下了。这谁的助考室啊？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，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啊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刚杀的北蛮羊腿，还新鲜着呢。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，有意思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？酿酒。酿酒？我呢，身无长技，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。既然要比文武之外，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。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？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酒有陈酒的酿法，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。这世间酒有千种，各有一味，也并非越陈就越好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。别光看我呀，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。酒来了。此人不错。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，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，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考完给他发帖子吧。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，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？父皇遣他去了一趟黔东城，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。你说，这人能是什么来头？镇西侯府整个朝堂，谁能拉拢得动？更何况，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。
呵，你这可以啊！弄好了？是啊，之后每间隔1个时辰，换一个热水袋就可以了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。等我的羊肉烤熟了，咱俩的晚饭就有着落了。羊肉配酒，越过越有。那就要看你的羊肉好不好吃了。唉，不过你说的倒也对。 估计咱们2个只能赶个末尾喽。这前排和末尾有什么意义呢？总之能进就是了。谁说没有意义？第一就是第一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江湖客，无门无派，姓燕，名菲菲。至于考什么？ 你下来，我告诉你。考什么？就考这个。你偷东西！哟，这轻功可以啊。我见你的轻功也不虚啊。偷东西多难听啊！ 这叫妙手空空。我这土方里啊，还来了个千手千眼的佛爷。看这手法，应该是神偷空灵儿的徒弟。东西还我！敢问这位童子，我这可算是过了初试。 既然你要展露的是这手妙手空空之术，那么我便不是你的考官。三秦，我名三秦，你有3次机会从我身上偷走一件东西。我怎么确定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啊？那就靠本事来确定。 这是轻功，3步追缠。若是这样，还算是文武之外呢。轻功算不算武功？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叫《明月》的画本，里面有位剑客给一个轻功高手说过一句话：轻功不代表武功。巧了。 我却也看过，不过后来那个轻功高手也回了他一句话，但是素质代表了我和你的距离。三飞燕，小心点喽。抱歉，抱歉。 如何？考生燕菲菲通过初试。多谢。还有，考官，
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我叫尹若霞，我来比的是。 我要考的是赌。谁赌啊？干什么呀？到赌场来比赌？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风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风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嫂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！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风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升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，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！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。嘿，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
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、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！嗯？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酒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不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帝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帝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。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这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婉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毕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，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。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
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你这是要干嘛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哎，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就很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1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着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，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